这是女孩的第100次逃跑，却再度以失败告终。她的未婚夫阿斯兰·雷斯赫夫又一次精准地截住了她的去路。万幸的是，这位阿斯塔罗特帝国的二皇子似乎并未察觉他的准新娘在策划逃婚，只当他是闲得无聊出来散步。传闻阿斯兰冷酷无情，本性如蛰伏的野兽，可唯独对薇薇安，他却温柔得像只顺毛小狗，只除了那近乎病态的占有欲。我陪你再走会儿。他的声音低沉好听，可薇薇安却心头一紧，慌忙掏出早已备好的信，强装镇定道：“不了，妹妹那边有急事找我得先回去。”阿斯兰的目光落在信封上，我知你们姐妹关系十分亲密，可薇薇安，皇太子弗伦斯什么时候成你妹妹了？女孩瞬间傻眼，她只是随手抓了封未拆的信来当借口，怎么偏偏挑中皇太子的？趁着她呆愣的间隙，阿斯兰修长的手指一勾，便夺过了那封罪证。不过一个眨眼的功夫，信纸便被他撕得粉碎。不管是谁寄来的，都不必理会。你答应过要陪我一整天的，我们回房间去吧。他的眼神骤然变冷，那神情仿佛下一秒就要将他生吞活剥。薇薇安倒吸一口凉气，忍不住剧烈的咳起来。阿斯兰脸色骤变，紧张的扶住他的肩膀：“是我吓到你了吗？没什么，只是有点着凉。那我送你回房休息，你的身体不能再出问题了。毕竟我们很快就要结为夫妻了，相信你也很期待婚礼，对吗？”薇薇安差点当场炸毛。期待？他一点都不期待好吗？若要追溯这一切的源头，还要从一份糟糕透顶的遗嘱说起。前世他意外身亡，再次睁眼竟穿进了一本小说内。那本书讲述的是一名英雄在斩杀恶魔后被其诅咒，他的后代将会在特定时间化为野兽，而阿斯兰正是这个故事的主角。他自幼便被诅咒纠缠，直到遇见女主卡维诺，被其拯救并相爱的故事。而在此之前，薇薇安是阿斯兰的未婚妻，也是阻碍男女主感情的恶毒女二。她还是卡维诺同父异母的姐姐，因嫉妒与贪婪，不断设计陷害女主，最终落得被阿斯兰亲手斩杀的凄惨下场。值得庆幸的是，他传来时男女主尚未相遇，薇薇安本打算安分守己，静待卡维诺出现，再主动提出退婚，拿着家族的巨额财富安度余生。可命运偏给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，这具身体竟身患绝症，只剩1年寿命。这一点原著中从未提及。薇薇安思来想去，最终做了一个决定，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，远离这片是非之地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出发前，他立下遗嘱，将大部分财产与土地都赠予了阿斯兰，全当是解除婚约的补偿。可惜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顺利，他在旅行途中遇到了山贼。识相点，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，我们就放你走。几人一脸狞笑，就当这是你倒霉的一天吧。薇薇安面色阴沉，你说的对，今天确实是倒霉的一天。他拔出腰间的长剑，眼底闪过一丝冷冽，但倒霉的是你们。埃莱奥家族本就是帝国有名的武学世家，这具身体更是自幼习武，对付几个山贼，对他而言不过是小菜一碟。刚收拾完几人，一阵低哑的兽吼声便从附近传来。薇薇安循声望去，才发现不远处藏着一间破旧的木屋，声音正是从屋内一块黑色布料下发出的。好奇心驱使他掀开了那块布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僵在原地。那是一头通体漆黑的狮子，金色的瞳孔在昏暗的屋内熠熠生辉，带着野兽特有的凶狠与警惕。等等，这不就是男主阿斯兰吗？他为什么会被关在这里，还是以狮子的形态？薇薇安下意识想转身逃离，他不想与这位未来的杀身仇人再有任何牵扯。可看着狮子被困铁笼之内，他终究还是狠不下心，顺手捡起一旁的斧头，猛地劈向锁链。哐当一声巨响，坚固的铁锁应声而断。没想到这副看似虚弱的身体，爆发力竟如此惊人。可下一秒，他便察觉到了不对劲，这头狮子的眼中只有纯粹的兽性，该不会是想吃掉他吧？薇薇安只猜对了一半。阿斯兰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，由始至终都是因为他。几天前，阿斯兰收到了薇薇安留下的遗嘱，起初他只当是恶作剧，可通过管家的调查，从埃莉诺家族的私人医生口中得知了一个残酷的事实：公爵大人，薇薇安小姐的病情确实到了晚期，已经无力回天。阿斯兰与皇太子弗伦斯向来政见不合，若此事泄露，便会成为抛弃病重未婚妻、霸占其遗产的丑闻。所以无论如何，薇薇安都必须留在他身边，就算死也得死在他能掌控的范围内。他立刻率领骑士亲自追踪薇薇安的下落，途中却遭遇到埋伏。不巧的是，诅咒竟在这时突然发作，随着他的身体发生变异，阿斯兰逐渐失去了意识。混沌中，一段尘封的记忆涌上心头，女孩的声音微颤：“你要解除婚约吗？”当时他被诅咒带来的烦躁情绪裹挟，只冷冷丢下一句：“对，只要你还活着，就永远成不了大宫妃。”说完，他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所以并未看到女孩因剧烈咳嗽而呕出的鲜血，也未察觉她眼底那破碎的绝望。愧疚感如同潮水般瞬间淹没了他。他在心中质问起自己这被诅咒的血脉：阿斯塔罗特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么多年折磨我的身体还不够，连灵魂也要一并拖入深渊吗？恍惚间，一道温柔又带着急切的声音拉回了他的神智：别担心，我会救你的。你是谁？刺客还是别的敌人？动物的本能让他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，可当他看清眼前的身影时，却瞬间僵住了。薇薇安静倒在他身前，是他把自己关在这里的吗？刚升起的念头被立刻驳回，脚下断裂的锁链，分明是他救了自己。真是个傻瓜，这种危险的境地，竟然还选择先救他人。不过既然他撞见了自己的秘密，
那就更不可能放他走了。难道要除掉他？脑海中闪过不久前薇薇安温柔安抚他的身影，阿斯兰瞬间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他小心翼翼地叼起薇薇安的衣领，心想不能让她随便死在这种地方，毕竟她还是他的未婚妻。阿斯兰带着他躲进了附近一处隐蔽的山洞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薇薇安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醒来，身下温暖又柔软。她下意识地伸手摸索，指尖的触感让她瞬间清醒过来。映入眼帘的是一头黑色的巨狮，而他竟然趴在了阿斯兰的背上，手心传来滑腻的感觉。他顺着看去，才发觉上面沾满了鲜血。来不及震惊，他立刻撕下内裙，仓促为他止血包扎，边包还边絮絮叨叨的叮嘱，也不管对方听不听得见，你可得小心，别让伤口再裂开了。掌心下，阿斯兰发出呼噜噜的轻响，就像只温顺的大猫，让他心头一暖。谢谢你没伤害我，还把我带到这里。阿斯兰不知何时已经醒来，正静静地看着他。薇薇安马上摆出一副友好的样子，你还好吗？不过他胸口怎么出现了刻印？忽然四周传来石块掉落的声音，他有种不好的预感，此地不宜久留。确认他身上没有其他伤口后，薇薇安便打算四处查探一番。这时他瞥见洞穴顶部的法阵，猛然想起这里是男女主初次缔结契约的地方，正是这刻印让阿斯兰之后即便化身野兽也能保留人性。怎么会这时就出现了？他可不想卷入原著剧情。薇薇安加快脚步，就在临近洞口时，外面隐约传来说话声。他屏住呼吸细听，这些人竟然是来抓阿斯兰的。他刚要提醒男主快跑，不想阿斯兰竟直接冲了出去。薇薇安气急，他刚还叫他别让伤口裂开了。突然头顶传来石块的摩擦声，薇薇安一愣，随即马上大喊道：你们这群卑鄙的家伙，欺负一只不会说话的小猫咪算什么本事？刺客们呆住，这个疯女人是谁？不知道，反正不能留下其他活口。说着他们便冲向薇薇安，女孩拉住藤蔓，心中默默计算着距离。就是现在，他猛地一发力，洞口轰然坍塌，将几名刺客埋在碎石下。阿斯兰心中一紧，待尘埃缓缓散去，薇薇安从碎石后出现。幸好他计算的没错，洞的内部没有坍塌，剩下的就简单了。他捡起刺客掉落的长剑，就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。却不料对方吓得转身就跑。切，一群胆小鬼！他啐了一声，殊不知自己的身体早已到了崩溃边缘。他失控向后倒去，鲜血从口中涌出。大雨中，薇薇安的意识渐渐模糊。虽然他早就做好了赴死的准备，但当真正面临死亡时，才发觉自己有多么害怕。他不想就这样孤独冰冷的死去。一双温热的手轻轻抚上他的脸颊，阿斯兰小心翼翼将他抱起，金黄的瞳孔里满是从未有过的悲伤。他不懂，这个向来只看重权力利益的女人，为何会拼上性命救他？他所认识的薇薇安比起爱情更在乎权力，绝不会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。你应该像过去一样啊，这样的话我就不会生出想了解你、想靠近你的渴望。他声音里满是困惑。薇薇安，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求你告诉我。再次醒来时，华丽的吊顶让薇薇安以为自己到了天堂，直到一声怒吼把他拉回现实。无药可医，最多活不过1年。是阿斯兰。对面的医生正卑微的俯身致歉。阿斯兰周身气压低的吓人，我叫你来是因为你是整个南部最好的医生，所以你就告诉我这些。不好，他这是要打医生了吗？殿下，薇薇安虚弱的开口。阿斯兰瞬间看向他，眼底的怒火褪去。你醒了？薇薇安疑惑，我这是在哪里？这是我在南部的宅邸，不用担心，等你好些，我们就立即回首都。他惊愕道，回首都是什么意思？阿斯兰的脸颊泛起一丝红晕，当然是回去结婚。薇薇安的天塌了，他猛地坐起，惊叫道，你说什么？阿斯兰忙劝阻，你现在还不能起来，再多躺一会吧。我知道你一直很期待婚礼，放心，我会准备好一切。他拿出份协议，你在这上面签字就可以了。薇薇安接过，婚书上早已签好他的名字。这是认真的吗？他不是讨厌我吗？阿斯兰忽然坐下，他的语气异常温柔，不用担心，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不会再让你孤单一人了。可这一番话实属对瞎子抛媚眼。薇薇安在心里认定，因为他撞破了男主的秘密，所以这是要把他留在身边监视，他绝不能嫁给他。殿下，你明知我时日无多，而我们不过是政治联姻，所以就让我独自度过最后的日子吧。这番话瞬间刺激到了阿斯兰。薇薇安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说？我是绝对不会让你死的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一定会让你活下来。他的未婚夫是个随时会化身为凶兽的男人，可女孩非但不怕，反倒成了这头野兽的专属饲养员。只因他身患绝症，早已时日无多。就在几日前，本想逃婚的薇薇安被阿斯兰亲手抓回了宅邸。当他轻描淡写地说出想独自面对死亡时，阿斯兰周身的气息瞬间变了，他面色阴郁到可怕。薇薇安，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我是不会让你死的，无论需要付出什么代价，所以别再说这种话了。幸好侍从出现，殿下，到时间了。不知是什么重要的事，他竟没有继续纠缠，而是与他道别。你先好好休息。面对阿斯兰伸出的手，薇薇安紧闭双眼，硬生生忍住躲开的冲动，这让男人一瞬间僵住。就算再怎么不想承认，他也察觉到了薇薇安在抗拒他。他收回手，告诉自己不能心急，他们还有时间。管家敏锐地察觉到主人的异常，
您还好吗？阿斯兰反问。我怎么了？您明明也受了严重的伤，却一路抱着小姐回来，还守了她一天。我只是有些担心您的伤势。我没事。比起这个，帮我去查清楚2件事：埃莱奥家族的所有底细，还有薇薇安病得这么重，为什么一点风声都没传出来？直到第2日，薇薇安都没想通阿斯兰为何转变了态度。从前对他漠不关心的人，怎么会因为他要离开，就失态到近乎疯狂？忽然，他脑中想起了什么。对了，小说剧情过半时，阿斯兰的好友会研制出治疗他疾病的特效药，也许他能活到那时候。这么一想，待在他身边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。起初2人的相处还算平静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逐渐失控的呢？大概是因为食物可口，他不过用餐时夸了主厨，在对方礼貌回应时，阿斯兰就突然发难了。他状似漫不经心地戳着餐盘里的牛排，这肉烤糊了。下一句就变成了斥责：你身为主厨，怎么连块牛排都烤不好？薇薇安看向他，心想这牛排鲜嫩多汁，火候明明刚好。主厨慌忙道歉，他却不耐烦地挥手，屏退了所有人，又起身走向他。仍然是那张婚书，只不过这次多了一支笔。现在我们可以继续昨天的谈话了。女孩一脸懵，她这才不是谈话，这是强迫好吗？阿斯兰俯身逼近，温热的呼吸几乎扫过她的耳畔。原谅我，我也不想这样做，但我实在无法等待了。眼看名字签下一半，薇薇安气得牙痒，恨不得一下子囊死这个神经病。而他也真的这么做了。放开我！他扬手就是一个肘击，狠狠撞在阿斯兰的胸口。等打完人，才猛然想起这人是帝国的2皇子。他慌忙收手，结结巴巴地问：你没事吧？阿斯兰捂着胸口，垂着头，神色不明。我没事，和你的痛苦比起来，这根本不算什么。那您为何非要这样？虽然我之前是想嫁给您，可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想法了。我只想平淡度过这最后1年。若您介意解除婚约的损失，我愿意全部承担。阿斯兰沉默片刻，重新拿起笔，在婚书背面写了起来。那这样呢？他将婚书翻转，这是一份延长生命的契约，我会动用所有力量为你治病。若在1年后你还活着，我们就按之前的约定结婚。薇薇安反问：那要是我死了呢？绝不会发生那种事的。这1年我会护你周全，照顾你直到彻底康复。薇薇安并不相信阿斯兰，可转念一想，他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除掉自己，却一直没那样做，这就意味着他应该不会有危险，所以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，在他身边带到药物研制出来。想着他看向对方，好，我答应你。阿斯兰闻言，终于露出一抹笑意，只是那笑容让他心头一紧，怎么觉得自己好像成了落入陷阱的猎物？协议达成，他暂时留在了这里，可心底仍还是隐隐不安。万一他反悔怎么办？又或者他做错什么惹怒了对方呢？他悄悄收拾起行李，想着方便随时逃走。身后突然传来熟悉的声音：薇薇安。阿斯兰不知在内看了他多久。女孩一惊：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们不是已经谈好了吗？抱歉，我敲了门，但你好像没有听见。他缓步走近，视线扫过杂乱的衣物。不过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怎么看都像是随时要离开的样子。他连夜逃婚，却被未婚夫亲自抓回。即便签下了治疗协议，薇薇安依旧无法完全信任阿斯兰。他做好了随时跑路的准备，可偏偏又被对方撞破。他挤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：抱歉殿下，我只是想出门透透气，可生病消瘦后，过去的衣服都不能穿了，大概我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打扮了。空气仿佛瞬间凝固，半晌，阿斯兰才长叹一声：你竟然会这么想？对我来说，你打扮与否根本没有区别。他顿了顿，脸颊不受控地染上薄红，因为无论何时，你在我眼里都是最美的。薇薇安感觉白眼了，硬着头皮装傻：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幸好阿斯兰没再纠缠这个话题，转头看向管家：迭哥，取消我今日所有的行程，我要陪薇薇安去镇上。女孩傻眼，她这是要陪自己出门？那个，其实我自己去也可以的。酷刑！阿斯兰一口回绝：你是病人，我不能让你冒任何风险，今日就由我来做你的护卫。薇薇安欲哭无泪，怎么又变成这样了？可这份郁闷在来到城镇的那一刻便烟消云散。自穿越而来，她便被关在家中，从未体会过这般自由的生活。哪怕之前逃走，但麻烦依旧接踵而至。他瞥了眼身后寸步不离的男人，暗自叹气。虽然现在也算不上真正的自由就是了。薇薇安看路，这里人很多。阿斯兰温声提醒，他耸耸肩：算了，既然无力抵抗，不如好好享受当下。很快，他便被街边摊位上那些流光溢彩的晶石所吸引。这些是什么？魔法石。阿斯兰淡淡开口：喜欢的话，我全都买下来送你。不了，我没有魔力，拿着也没用，当做纪念品也无妨。薇薇安却摇了摇头，他不需要。比起这些对他无用的漂亮石头，他更偏爱握住剑柄时那份沉甸甸的充实感。毕竟他可是来自武学世家，这些才是真正适合他的东西。阿斯兰看着他眼中的光彩，骤然失神。是啊，这样的薇薇安才像过去那般耀眼夺目。一阵急促的求救声打破了两人间的静谧。抢劫！有人抢劫啊！薇薇安本想袖手旁观，他如今身份敏感，从前多管闲事可没少让他吃亏。这种事镇上的警卫会处理好的。可下一秒，女孩撕心裂肺的哭喊，却让他再也无法置身事外。那是我母亲的遗物啊！求求你还给我！薇薇安脚步一顿，毫不犹豫地朝着声音来源跑去。
巷子深处，瘦弱的女孩正堵住一名男人，那人满脸凶相，扬手就要打人。薇薇安眼疾手快，一把攥住他的手腕，冷声质问：光天化日之下，你竟敢抢东西，还抢的是别人母亲的遗物，你良心何在？歹徒见拦路的是个女人，顿时更加猖狂：你谁啊？少多管闲事，不想死就赶紧滚！说着，另一只手便朝着薇薇安挥来。看着那软绵绵的拳头，薇薇安有些无语，实在太弱了，要不要装作被他打中一次？想法刚冒出，他就被吓得一激灵。阿斯兰不知何时出现在歹徒身后，周身气压低的吓人。你怎么敢对他动手？连我威胁他的时候都舍不得动他一根手指，你居然敢对他挥拳！一番十分和谐的画面后，薇薇安拿回了被偷的东西，女孩接过，哽咽着道谢：谢谢您，这对我太重要了。有了他，我就能向父亲证明我是他的亲生女儿了。您救了我一命，能告诉我您的名字吗？薇薇安心里一慌，她还不想暴露身份。恰巧此时，警卫匆匆赶来，他拽着阿斯兰拔腿就跑，只留下女孩怔怔地望着他的背影，暗暗记下了恩人的样子。直到阿斯兰出声提醒，薇薇安才停下脚步。抱歉，我刚才在想事情。阿斯兰却摇了摇头，目光灼灼地看着他。我不是问这个，方才你没有叫我的名字，而是叫的殿下。叫我的名字好吗？薇薇安别开视线，心想叫名字好像有点难，可犹豫片刻还是照做了。阿斯兰·雷斯赫夫，不是全名。阿斯兰打断他，这家伙要求还真多。那是阿斯兰吗？男人俯身靠近，连平时冷冷的嗓音都泛起笑意。是的，薇薇安。他顿了顿，直起身。时间不早，我们该回去了。薇薇安懵了，他到底在想什么？为什么突然非要让自己叫他的名字？他跟在阿斯兰身后，满心疑惑，却没注意到男人泛红的耳根一路都没消下去过。皇宫内，一人笑道：我的弟弟最近是有些奇怪，不过也好，至少这段时间他不会让我感到无聊了。薇薇安本以为，就算不能逃离阿斯兰的身边，至少能安稳度过这一年，等待研制出药物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，他竟然会被皇太子绑架。那个本该继承诅咒，却因皇宫的黑魔法将一切都转移到阿斯兰身上的家伙。身为帝国大皇子，他却将目光投向了弟弟的未婚妻。为皇室背负了一辈子诅咒的阿斯兰，在撞见兄长企图蛊惑薇薇安的那一刻，第一次对他燃起了杀意。就在一早，薇薇安向阿斯兰提出独自去一趟银行，纵有万般不放心，却抵不过女孩软磨硬泡。阿斯兰终究松了口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一次妥协竟成了大皇子趁虚而入的契机。马车一路颠簸，将他载至一处全然陌生的郊野。等他惊觉不对时，眼前已是一张含笑的脸。没错，他被绑架了。约翰内斯脸上挂着无懈可击的笑容，看来是车夫不小心走错了路，或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。既然来了，不如陪我好好聊聊。薇薇安丝毫不敢放松，他清楚眼前的人是谁，那是全数最大的反派约翰内斯弗里德。与被侍女生下的阿斯兰不同，他作为皇室的长子，本应继承阿斯塔罗特的诅咒，可皇室却用黑魔法硬生生将诅咒转移给了阿斯兰。阿斯塔罗特的诅咒就像是定时炸弹，它会逐渐腐蚀宿主的灵魂，如若无法彻底压制，便会成为召唤恶魔并覆灭世界的力量。也因此，约翰内斯一直都在想方设法掌控和压制阿斯兰。薇薇安心知肚明，自己被掳到这里，定和这事脱不开关系。可约翰内斯却绝口不提阿斯兰，只是漫不经心的闲聊。大海很美，对吧？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，我时常来这儿看风景散心。不过今天不同，我交到了一位很特别的新朋友，有你在，连这片海都好像变得更鲜活了。谁跟你是朋友？薇薇安在心里咬牙切齿，嘴上却只能挤出一句礼貌的道谢。他刚想借口身体不适脱身，话却被约翰内斯轻飘飘的截断。对了，我正想跟你说这个，皇室很关心你的健康，所以我想为你介绍一位宫廷医生。你不觉得我那性子冷淡的弟弟根本没好好照料过你吗？果然是挑拨离间的把戏。薇薇安暗自冷笑，他与阿斯兰早有治疗合约，岂会这么容易上当？殿下多虑了。他抬眸迎上约翰内斯的视线，语气不卑不亢。我想阿斯兰只是不愿滥用皇子的权利罢了。约翰内斯追问，你真是那么想的吗？对，纵使外界流言蜚语，我更愿意相信自己亲眼所见。他是个胸怀崇高理想的人。如果您没有其他要说的。忽然一道猫叫声传来，薇薇安低头看去，只见脚边多了只通体乌黑的小猫。约翰内斯再度开口，听说你很擅长和动物交流，原著里的薇薇安确实有这份天赋，可她不是，有只野兽很难对付，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忙。薇薇安抱起猫咪，疑惑道，可在我看来它已经很乖了。不，我指的不是这只。渐近的脚步声伴随着约翰内斯意味深长的轻笑，看来你的未婚妻很信任你。阿斯兰，这倒是让我对你刮目相看了。来人一把拦住薇薇安，语气像是淬了冰。我深知她有多优秀，纵使我自认配不上她，你也没资格将她强行掳来此地。约翰内斯丝毫没有被拆穿的窘迫，反而笑得愈发志在必得，仿佛一切尽在他的掌控。说的是，那你可得好好看住了，别让他被野兽盯上才好。你说是吧？他缓步走到薇薇安面前，微微躬身，抱歉，占用了小姐的时间，期待你的下次光临。薇薇安气急，这话听着就像是他自愿来似的，情绪的剧烈起伏让他的身体突然感到不适。薇薇安，
阿斯兰的声音瞬间染上慌乱，他抬眼看向约翰内斯，周身的杀意几乎要凝成实质。若他有半点闪失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薇薇安被他打横抱起，他想说自己没事，却被他紧紧抱在怀里，快步离去。望着他们消失的背影，约翰内斯脸上的笑容渐渐敛去。他本以为薇薇安会喜欢那只特意准备的黑猫，却没料到他的心早已在那头野兽身上，真是令人失望。他低声呢喃：“不过没关系，我会让你看清他的真面目，不过是一头被本能驱使的野兽罢了。到那时，我倒要看看你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。”阿斯兰早知约翰内斯南下的消息，却万万没料到对方竟会将目标对准了薇薇安。尤其是听到约翰内斯在他面前挑拨是非时，滔天的怒火几乎要将他焚烧殆尽。那一瞬间，他甚至动了杀心，杀光所有碍事的人，将薇薇安带回来。可当听见他坚定地说他更愿意相信自己亲眼所见时，那股几乎要吞噬理智的暴怒却又奇迹般的烟消云散。薇薇安不仅信任他，还把他当作一个胸怀崇高理想的人。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不过是个被诅咒缠身的怪物。他曾对他说过那么残酷的话，汹涌的愧疚感瞬间将他淹没。他张了张嘴，问出了那个盘踞心底许久的问题：薇薇安，你难道不恨我吗？话一出口，他又猛地后悔了。没什么，就当我没说过这话。就在他准备离开时，薇薇安开口了：殿下，我不恨你。他脱口而出：为什么不恨？薇薇安想说他既烦人又可怕，可现在似乎又不完全是这样。他刚想说些什么，就剧烈咳了起来。医生检查后说是过度劳累，需要安心静养。阿斯兰只得命医生照顾好他，退出了房间。他完全没想到薇薇安竟说不恨他。可如果他知道了全部的真相呢？知道他是个被恶魔诅咒的怪物，知道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足以毁灭一切的灾难，到那时他还会说出不恨这两个字吗？就连他都厌恶这样的自己。可哪怕是现在，明知道他迟早会恐惧，会厌恶，他也不想放手。他想留住他，想藏起他，让任何人都无法找到他，看到他。阿斯兰脚步骤然一顿，现在他终于明白这是什么感情了。自从女孩被劫一次后，阿斯兰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守妻奴。只要薇薇安答应，他恨不能立刻举办婚礼，把她永远绑在身边。可世事偏不遂人愿，几天前他们收到了皇宫的来信，两人的婚事竟被驳回了。不仅如此，皇帝还勒令二人即刻入宫觐见。薇薇安抱着盛怒的阿斯兰拼命安抚着，按照原本剧情，他之后应当待在家中独自静养，如今却被迫参与到主线的纷争。皇帝的命令无人可以违背，可阿斯兰却没有直接带他踏入皇宫，而是转到去了他位于北方的一处领地。薇薇安以为南方的宅邸已是奢华，可眼前这座矗立在高原上的城堡，才真正让他见识到何为雄伟壮观。阿斯兰见他一副新奇的模样，笑道：你得习惯这些。到了，这是你的房间。薇薇安刚要道谢，却陡然僵住。阿斯兰，这卧室怎么少了一面墙？大公与他的妻子共用一间相连的卧室，有什么不妥吗？薇薇安震惊了，为了监视他，至于做到这种程度吗？抱歉，薇薇安，我只是有些担心你，不想让你离开我的视线。为了庆祝你第一次来北方，我打算为你办一场特别的宴会。阿斯兰的嗓音很温柔，握住他的手也格外温暖，可他心头却泛起一丝难言的沉重。若不是熟知原著的剧情，恐怕真的会误以为对方爱上了自己。想起原著里薇薇安凄惨的结局，他告诫自己不能松懈。阿斯兰对他是绝不会有那种感情的。晚宴过后，两人并肩漫步在夜色笼罩的庭院里。是他的错觉吗？不知从何时起，这家伙似乎越来越喜欢与他有肢体接触了。你觉得这里怎么样？身旁的人忽然开口。薇薇安回过神，景色瑰丽，城堡也很壮观，这里的人们对我也很友善。友善？阿斯兰的声音多了几分疑惑。薇薇安勉强挤出一抹笑。以前我住的宅邸里，大家总是刻意与我保持距离，即便他的病根本没有任何传染性。话音刚落，他明显感觉到周遭的气息骤然变冷。难道他生气了？薇薇安连忙补充道：没事的，我现在已经很好了，那些不愉快的事都过去了。不，这一点都不好。阿斯兰凝视着他，我是这个国家的二皇子，而你将会是我的妻子，违背你就是违背我。他语气带着不容置喙的强势，哪怕是皇室也不能干涉我保护你。薇薇安彻底怔住了，他从未想过阿斯兰竟会做到这种地步。当初他留下遗嘱不告而别，纵使有抱病在身的缘由，他也必定要因此承受不少非议，这对他在政局上的处境极为不利。可他非但没有半句责备，反而带他来此散心。所以不管在皇宫里听到什么，都别放在心上，我会处理好一切的。薇薇安望着他认真的眉眼，释然一笑，你不用勉强自己，婚姻证明可以慢慢的，实在不行也可以再想别的办法。我相信大家总会看到你的诚意。夜里气温凉，我们回去吧。看着女孩的背影，阿斯兰陷入沉默。薇薇安以为他是在勉强，殊不知为他所做的这一切，他甘之如饴。念及自己从前对他的种种伤害，也难怪他会不相信他的心意。回去后，阿斯兰命人用布帘隔开了寝室。当然，薇薇安提出换房的请求，还是被无情驳回了。他只盼着几天后入宫的行程能一切顺利。就在他准备入睡时，被一阵压抑的喘息声惊醒。他猛地坐起身，侧耳细听，声音是从隔壁传来的。阿斯兰，他压低声音唤了一声，没有得到回应。出于担心，他寻了过去。那个
我要进来了。拉开帘子的瞬间，薇薇安瞳孔骤缩，阿斯兰躺在床上，面色十分痛苦。薇薇安连忙扑过去扶起他，你怎么样？是哪里疼？他想起一件事，首都附近的密涅瓦圣地，传说曾是英雄斩杀恶魔的地方。也许他体内的诅咒对这里产生了排斥。我先去叫医生。他刚想找人求救，就被阿斯兰一把抓住。别走！他虚弱的哀求着，像是怕他离开后就会消失一样。我只是很久没回这里了，过几天就会好的，只要你在这里就够了。说着，阿斯兰就向他靠去。突如其来的接触让薇薇安僵在原地，连呼吸都轻了几分。他别扭地转过头，可我待在这里也帮不上你什么。阿斯兰，你还醒着吗？怀中的人没有再回应，只有均匀的呼吸声渐渐传来。薇薇安轻轻拍着他的背，心头百感交集，明知道自己什么也做不了，可偏偏无法丢下他，就像当初在那个山洞里一样。翌日，直到日上三竿，薇薇安才从睡梦中缓缓醒来。她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翻了个身，嘟囔着好困，困的话就再睡一会儿吧。低沉的男声在耳畔清晰响起，薇薇安睡意瞬间消散的无影无踪。等等，他怎么会睡在这？